师傅，你今天非要给我找不痛快是不是？不就是一条鱼吗？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把这条金鱼炖了给大家开开眼，图个吉利，怎么就不行了？大强，我教过你多少次，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异色海族是海神爷的坐骑，有灵性的，见之必须放生，绝不能见红。你要吃鱼，我船舱里多的是东星斑，这条绝对不能动。哎呦，我说陈师傅，这都1987年了，马上都奔90年代了，你还满嘴的海神爷呢？现在外面的人都在下海做生意赚大钱，谁还信你那一套破迷信？大强说了，这鱼金光闪闪的，吃了肯定对身体好。你一个当师傅的，连条鱼都不舍得给徒弟吃，还算哪门子的长辈？红艳，这跟舍不舍得没关系，这是于家人的底线。陈海，我叫你一声师傅是给你脸，你还真把自己当颗葱了。大强，你个小兔崽子放什么屁呢？没有你师傅，你早12年前就饿死在街头了。你今天敢这么跟他说话，这里没你的事儿。陈海，我忍你那套老掉牙的规矩很久了，什么留大放小，什么初一15不出海，你那是在打鱼吗？你那是在讨饭。实话告诉你吧，你看风变流的手艺，还有那些找鱼讯的本事，我周大强早就全学会了，摸得透透的了。我现在闭着眼睛都能把船开到深海。你今天是要跟我划清界限？不仅是划清界限，师傅，你年纪大了，该退休了。这是你上个月向镇上李三爷借款买柴油的欠条，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借款8000，利滚利现在是15000。放屁！我陈海打鱼45年，从来不沾高利贷，那欠条是假的，这手印是你灌醉我，偷偷按上去的。你个畜生！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还不上钱，李三爷已经把你的债权转给了大强。从今天起，你那套刚盖好的青砖大坊王，还有码头上的那艘乘风号，统统归大强所有了，用来抵债了。你，周大强，你这是要把你师傅往死里逼啊！钟哥，住手！好你个周大强，青砖坊我给你，乘风号我也给你，就当是我这12年瞎了眼喂了狗。师傅，你走可以，把那条黄金鱼留下，我还要炖汤呢。你敢动它一下，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让你付出代价。算了吧，大好的日子别沾晦气，让他滚。老东西，赶紧滚！从今往后，别让我在码头上看见你。一无所有了，大半辈子的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海哥，你糊涂啊！那青砖房和大船加起来好几万呢，你就这么让那白眼狼拿走了？那借条上有我的手印，李三爷又是镇上的一霸，咱们斗不过他们的。那咱们以后怎么活？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先熬过今晚再说。小家伙，为了救你，我可是倾家荡产了。希望海神爷真能保佑，让你活下来。陈海，12年的养育之恩为了狗，你就打算这么认命了吗？谁在说话？别找了，陈海，往下看。真的是你是海神爷？我只是这片海里活的9条鱼罢了。今天若不是你宁可倾家荡产，被徒弟背叛，也要保我一命，我可能已经成了人类桌上的一锅汤了。救你有什么用？我现在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大半辈子家业被那个白眼狼吃得连骨头都不剩。善恶有报，这是天理。我既然承了你的恩，就送你一场大造化。海哥，你听好，3日之后，农历初8子夜，会有一股深海暗流卷着一群极品野生金唇大黄鱼，途经阎王所海域。这群大黄鱼数量庞大，且全都是3年以上的珍品。只要你能去那里下一网，莫说你失去的那些家业，就算是再额外挣个几万块，也不过是探囊取物。阎王所，这不可能！那地方暗礁密布，漩涡连着漩涡。别说现在这季节，就是风平浪静的夏天，镇上的大铁船都不敢往那儿开。去那里下网，有去无回啊！危险与造化上来相伴，恩情我已报答一半，消息我给你了，敢不敢去搏一搏，就看你陈海自己了。干了！人死不过肚皮朝向天，不死万万年。我陈海咽不下这口气。
海哥，你发什么癔症呢？天还没亮呢。钟哥，别睡了，咱们得想办法弄船出海。钟哥，昨晚我一夜没睡，看了大半艘的星象和潮汐，你信我的眼力不？我算出3天后，阎王所那边绝对有一口惊天大鱼哨，是极品大黄鱼的鱼群过境。阎王所？海哥，你疯了吧？那地方连鬼都不敢去，你这是被周大强气出毛病了，想去寻死啊？我没疯，钟哥，咱们的船没了，房子没了，今天连口热饭都吃不上。难道你甘心以后就在这破棚子里等死，或者去码头上给别人当苦力，看着那白眼狼天天吃香喝辣？老子当然不甘心，大不了就是喂鱼。海哥，既然你看准了有鱼，我老钟这条烂命就陪你走一趟。这点钱连买几桶柴油都不够，更别说去镇上租一条像样的机帆船了。去码头碰碰运气。镇西头的老李早年他老婆生病借过我的钱，他手里有艘闲置的旧3板，虽然破了点，但只要机子还能转，咱们先租2天，等打回鱼来再加倍给他钱。老李，躲什么呀？是我海哥。哎呦，陈师傅、钟老哥，你们怎么来这儿了？老李，明人不说暗话，我落难了，急需用船。你这艘旧山艇反正现在也不出海，租给我用3天，规矩我懂，3天租金30块，我先给你，打回来的鱼我再分你1成利。使不得，使不得啊，陈师傅，这不是钱的事儿。老李，你什么意思？当年你老婆难产，是谁半夜开船把你们送到城里医院的？海哥现在就借你一条破3桶，你在这推三阻四的。陈师傅，不是我不借，是我不敢借呀。今天一大早，镇长家侄女钱红艳就带着李三爷手下的几个混混在码头上放话了。钱红艳说了，谁敢把船借给陈海，哪怕只是一条带破木桨的小舟，那就是跟钱镇长作对，更是跟李三爷过不去。以后别想在码头混了，抓到直接严厉惩罚。陈师傅，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哪敢得罪他们啊？完了，全完了。海哥，咱们斗不过他们的，他们有权有势有人，咱们连一条船都没有。就算阎王所里有金山银山，咱们也只能在岸上干正眼，认命吧。脑海中疯狂地搜索着每一寸可能存在希望的角落，不能租别人的船，买新船又没钱。钟哥，谁说我们借不到船的？海哥，你急疯了吧？哪儿还有船？你还记不记得镇子东头那片臭泥滩外面有个7、8年前就废弃的拆船厂？你是说那个老刘头守着的废船厂？那地方连野狗都不愿意去，里面全是被海水泡烂的破木头和生锈的铁疙瘩，哪来的船能下水？别人眼里是破木头，可你老钟在船厂干过10年钳工，我陈海看了45年的船骨架。走，咱们去废船厂，就是从泥潭里刨，咱们也要刨出一艘船来。哎呦，这不是陈师傅吗？这大冷天的跑我这垃圾场来干什么？刘叔，废话不多说，我想在你这儿淘个物件。你这烂泥潭里还有没有能漂在水上的旧船壳子？最好带柴油机的，不管好坏。陈师傅，你拿我开涮呢？你那艘乘风号可是咱们镇上数1数2的大机帆，你跑我这破烂堆里找船，这里的东西也就只能劈了当柴烧。你就说有没有吧，价钱咱们好商量。有倒是有那么一艘，2年前隔壁县的一艘无证船触礁，被拖到我这儿拆零件。那船的主人违规被带走了，船上的好东西早就被拆干净了，就剩个破船底子和一台进水的烂柴油机，没人要，就在那儿烂着呢。走，去看看。海哥，这叫船？这就是个漏水的破木盆。这玩意儿别说去阎王所了，就是推出港口，一个浪头打过来，咱们俩就得下去喂鲨鱼。钟哥，你看走眼了，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杂木船，这是绝版的100年昆笃木。这木头在水里泡得越久，硬度越高，抗风浪的能力比普通的小铁船还要强。现在的问题是，这台生锈的柴油机，你这把老骨头还能不能让它转起来？海哥，你这是在瞧不起我。这机子虽然锈成了铁疙瘩，但核心钢苦没炸。给我1天1夜，只要你帮我把里面的泥沙掏干净，我老钟就算把手指头磨秃了，也让它重新冒黑烟。刘叔，这艘破船我要了，多少钱？这虽然是堆烂木头，但好歹有那么大一坨废铁呢，怎么着也得100块吧？ 100块？你抢钱啊？60。
哟，我当是谁在这垃圾堆里拔石呢？原来是我的好师傅啊！你们来干什么？来看笑话的。钟叔，你这话说的，大强好歹叫过他一声师傅。我们听说陈海在码头上租不到船，急得像条丧家犬。大强好心，怕你们饿死，特地带我来看看你们。怎么，你们这是打算捡破烂为生了？我的天啊！你们不会是想买这艘破木盆出海吧？大强，这哪是船啊？这简直就是个水上棺材嘛！师傅，你真是越老越回去了。就这种破烂，推下水都得散架。你不是吹嘘自己找鱼婿的本事天下第一吗？你开着这副棺材去海里找龙王爷要鱼吗？周大强，我买什么船，去哪里打鱼，用不着你操心，这里不欢迎你。师傅，你不识时好歹，我今天来可是给你指条明路的。老刘头，这艘破船我出双倍的价格买了，现在立刻给我把它拖出来，劈成柴火。哎呦，大强，你说了算，这破船归你了。周大强，你敢！钟哥，别冲动。陈海，我告诉你，在咱们这个镇上，只要我周大强不点头，你连一片漂在水上的烂木板都别想拿到。你要是真有种，现在就给我跪下，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承认你那套老规矩是狗屎。我或许心情好，还能赏你一口饭吃。周大强，你真以为你赢定了吗？你不过是买了一堆你看都看不懂的宝贝罢了。你想把它劈了？好啊，你劈。大强，你别上他的当，他这是在虚张声势，那明明就是一堆乱碎烂的生虫的臭木头，镇上的人知道了还不笑话死咱们？妈的老狐狸，想坑我的钱！老头，把这破烂卖给他们，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开着这口水上棺材去送死。陈海，你们要是开着破船出海被淹死了，老子可不去给你们收尸。放心，等我满载而归的时候，我会亲自把鱼刺塞进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嘴里。好，有种，我倒要看看你的命是不是比你的嘴还硬。我们走。海哥，你刚才吓死我了，我真怕那孙子把船砸了。刘叔，这破船归我了，借你这地方用2天，给我们弄点淡水洗洗船舱。钟哥，这几天这口棺材就交给你了，咱们是生是死，全看这台破机子能不能喘气儿了。你放心，他周大强说这是棺材，我老钟偏要把它改成一艘能从阎王爷手里抢金币的战船。海哥，这气缸缸盖变形了，压不住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替换件，这机子就算拼起来也是个死胎，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有，老子当年在城里厂子可是8级钳工，没件老子就自己做一个剑片。海哥，成了，赚了，老钟，机子赚了。老子说过，阎王爷也别想收走这台机子。钟哥，这趟出海咱们只能带淡水了。只要能抢到金黄鱼，就算喝3天海水也值了。趁着现在没人注意，咱们赶紧走。要是让周大强知道咱们真把船修好了，肯定还要来捣乱。老刘头，谢了，等我们回来，请你喝大酒。哟，这不是陈海师傅吗？怎么着，真开着破船来送死了？老钟叔那钳工手艺没落下啊，还真让垃圾冒烟了。看见没？最新进口的声纳碳鱼器能打到水下几十米，有了这玩意儿，再也不用像你以前那样像个瞎子一样趴在船沿上看水流了。今天我周大强就让全镇人看看什么叫科学捕鱼。我要去东南深水区下大网，一网就捞个满堂彩。至于你们俩，慢慢在近海攒破烂吧，别一个愣头打过来，骨头都找不到。呸！小人得志。有了好装备，他知道往哪下网吗？东南深水区全是没用的水母和沙丁鱼，他懂个屁！钟哥，咱们不去东南深水区，咱们往东偏北走。东偏北？海哥，你确定？那个方向的尽头可是……对，就是阎王所。海哥，你给我交个实底，你那看潮汐的本事再大，能看透阎王所的暗礁吗？那地方可不只是有鱼，那是真有命进去没命出来呀！钟哥，你信我吗？如果我说是海神爷给我指的路，你信不信？信。我老钟这条命是你给的，我孤身寡人一个，大不了陪你死在海里。满舵，东北方向。海哥，起风了，这是阴风，阎王所的边缘到了，去检查舱底漏水没有，把油门推到最大，绝不能失去动力。海哥，舱底渗水了，鲲泊木扛住了，但咱们堵封的烂泥被海水冲开了。拿命赌！海哥，舱底渗水了，鲲泊木扛住了，但咱们堵封的烂泥被海水冲开了。拿衣服赌，拿命赌，绝对不能让水漫过机子。
看下面，钟哥，右满舵，压死千万别松手！压不住了，海哥，风太邪乎了，这舵盘像是有鬼在水底下跟我抢一样，这破木板子撑不住啊！骨架再硬，接缝处的烂泥也得被海水冲开，不能退，现在退就是被浪拍翻。听我口令，左前方那个浪头过去，马上回正舵，把油门给我推到顶，满油门给我冲！我的娘嘞！也就是咱俩这大半辈子的默契，换个生手来，刚才那个交叉浪，这船就得断成2截。海哥，咱们现在就像瞎子摸象，这阎王所里到底哪条是活路啊？活路就在风里，老规矩，清风变流。左边风声带哨音，下面绝对有暗礁，往右偏5度，别管浪多大，贴着浪体走。大强哥，您抽烟，还是大强哥您有眼光？咱们以前跟着陈海那个老文故，大冬天的还得在甲板上挨冻看水流，现在多舒坦。废话，看见没？日本进口的高级声呐探鱼仪，这叫科学，这叫高科技。陈海那个老东西，天天念叨什么拜海神、观星象，他以为他是诸葛亮啊！现在都1987年了，花几万块钱买个洋机器，水底下有什么，连个王八都看得清清楚楚。大强哥说的对，陈海那套早就过时了。听说他今天开着一艘连顶棚都没有的破木船出海了，就那破烂，这会儿估计早就沉进海底喂鱼了吧？哼，死了最好，省得在镇上碍我的眼。传我的话，让兄弟们准备下重网，用钱红艳他大伯托关系买来的高级进口饵料，这下面红点这么密，绝对是个超级大鱼群。好嘞，大强哥，今天咱们肯定1网8个满堂彩，回去让镇上那些老家伙彻底闭嘴。下网，今天我要当镇上的首富。海哥，不对劲儿，舵盘彻底失去总力了，怎么回事？拉线断了吗？不是拉线，是底下的水。海哥，完了，咱们被暗流卷进去了。倒车，快把油门后拉到底，拉了没用，机子马力太小，根本挣脱不开这股吸力。海哥，你看前面，海哥没救了，这陆家还用着我的船作威作福，我失去的尊严还没拿回来，难道我陈海今天真的要葬身在这边缘吗？海哥。海哥，那是啥玩意儿？水底下怎么会有灯？咱们这是撞见鬼了，还是撞见海龙王了？那会儿是什么？钟哥，看那道光，他在给咱们引路。钟哥，别发愣，把油门给我拉到底。这把就算是把机子烧废了，也得冲过去。疯了，你真疯了！活了，海哥，咱们活下来了，还没完，跟着光走。右满舵，避开那个漩涡，左偏15度，前面水下有暗桩。阎王所的暴风眼，海哥，你神了，你真的是海神爷附体了，咱们竟然真的进来了！没时间庆祝了，没时间庆祝了，钟哥，准备下网，这地方水太深了，连个浪花都没有。咱们这破网真能捞到大黄鱼吗？那条金鱼说了，这下面是一条极品大黄鱼的洄游暗流，只要他们闻到这草药味儿，就一定会浮上来。大强哥，网太沉了，起码有好几千斤，这下咱们发财了！哼，我早说了，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陈海那老东西懂个啥的捕鱼，都给老子麻利点，看看咱鱼倒在甲板上网了多少金条。好嘞，水母？怎么全是水母？鱼呢？声呐上明明显示那么大一片红点，鱼去哪儿了？大强哥，这也不能怪机器啊！那日本机器只能探测到水下有东西，它分辨不出是鱼还是水母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在这个东南角的洋流交汇处，本来就是毒水母泛滥的地带啊！那是因为陈师傅他懂看风变流啊，他知道这个季节哪里有毒水母，闭着眼睛都会避开这里。什么看风变流，全是狗屁！把这些破烂都给我扔回海里，洗甲板，换地方。老子今天花了几千块钱的油钱和饵料钱，要是空手回去，镇上那帮老不死得笑掉大牙。海哥，是不是你那祖传草药在海底没散开？还是咱们根本就找错地方了？不应该啊！金鱼是海中灵物，它绝不会骗我。海哥，你看水下，水在动。老天爷，这底下到底有什么怪物？钟哥，别看了，下网，快下网啊！好嘞，老天爷开眼了！哎呀，
拉，收网，好沉，海哥，这网沉了，绞盘没有动力，咱们俩这把老骨头拉不上来呀，拉不上来也得拉，这就是我们翻身的命。1、2、7，这是什么海蜘蛛？成精了吧？别松手，那是深海帝王蟹，这东西只在极寒的深海才有，肯定是海底的冷航流把它们和黄鱼群卷上来了。钟哥，这一网价值连城，发财了，海哥，咱们发财了！不好，船太破了，承受不住这么重的网。钟哥，快把破衣服去堵底舱的漏水点。鲨鱼是大白鲨！这海里的畜生，动口！这是老子拿命换来的钱！海哥！活见鬼了！那些畜生怎么突然跑了？多谢了，海神爷。别愣着了，水快漫进机舱了，赶紧把网拉上来，去堵漏水点。海哥，这些货能卖多少钱？在今天之前，周大强的乘风号是镇上最贵的船，值2万块。我敢用脑袋担保，咱们这一舱的货能买下他3艘乘风号。满舵，回家，让那帮看不起人的白眼狼看看。前面那艘破木船，立刻给我停船熄火，接受检查。陈海，把发动机关了，立刻停船。怎么回事？这孙子想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咱们的船吃水这么深，他肯定是看出来咱们有货了，想来找茬。海哥，他不敢明抢吧？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他现在就是条疯狗，咱们静观其变。师傅，这大半天的，看来你在这口水上棺材里捞了不少好东西呀！关你屁事儿！好狗不挡道，起开！钟叔，火气别这么大嘛！我接到举报，说你们这艘破船上偷了我乘风号上的进口探鱼器零件，我现在怀疑你们的渔货也是用非法手段捞来的。放你娘的连环狗臭屁！咱们这船连个雷达都没装，偷你那破零件干什么？有没有偷？我上去搜一搜就知道了。兄弟们，准备靠帮，把他们的底舱给我掀开！要是发现赃物，连船带货全部查扣。周大强，我再教你一件事。什么？在海上，别拿你的小艇跟一个懂洋流的老渔民比命长。混蛋，他想跑，给我追！撞停他！海哥，你往右边看什么？那边是老鸭滩啊，那是一大片浅滩暗礁，现在正好是退潮的时候，咱们进去也得搁浅啊！我知道那是老鸭滩，抓稳了，左满舵，进沟。师傅，你真是老糊涂了，往浅滩里跑，你是想把自己困死吗？给我从右边包抄他！哼，蠢货！怎么回事？大强哥，咱们搁浅了，底下全是石头，螺旋桨废了。周大强，你的进口声道，看来没教过你什么叫退潮啊！今天这一刻就当师傅免费送你的。陈海，你别这么得意，你给我等着！钟哥，别管那条疯狗了，咱们不回镇上了，改道去临镇的野码头。海哥，真有你的，这笋子这回估计得在礁石上晒成鱼干了。不过，咱们为什么去野码头？那地方可没有正规收购站啊。镇上的码头肯定被周大祥和钱家的人盯死了，咱们带着这一船宝贝回去，指挥他们用各种下三滥的手段刁难。野码头虽然偏，但经常有市里下来的私人老板收高档货。有了这批货，咱们就有了叫榜的资本，绝对不能让周大强他们再碰这些鱼一下。海哥，咱们真的翻身了，这么多钱，老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我知道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大强，你怎么弄成这副鬼样子？别提了，陈海那个老狐狸，他不仅没死，还捞了一船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货。他故意把我引到暗礁上，把我的船废了。大强，你还是太仁慈了，跟他讲什么规矩？他陈海技术好又怎么样？捞到货了又怎么样？只要这鱼卖不出去，就是一堆臭狗屎。老婆，你的意思是？我这就回娘家找我大伯，再联系李三爷。我要利用我们所有的关系，给全镇乃至所有正规的鱼妖和收购站下达绝对命令。
从今天起，谁敢收陈海的一条鱼，哪怕是一只虾，就是跟我钱家作对，就是砸李三爷的场子。我要让陈海在咱们这片地界上彻底绝户。老李，你躲什么躲？看看老子今天带回了什么稀罕货！海哥，这不对劲儿啊！钟哥，别喊了，看他们这耗子见了猫的样，钱红艳的毒计已经落地了。陈师傅，哎呦我的陈师傅，您饶了我吧！钱红艳放话了，李三爷的人天天在码头蹲着，今天谁要是敢收你陈海一条鱼，明天他的店面就会被砸烂，全家老小别想在镇上的混了。我们都是做小本生意的，哪敢跟镇长家乡和李三爷作对啊！混账东西！周大强和钱红艳这是要断我们的生路。海哥，这大冷天的，这些极品石斑鱼离了海活不了太久，要是全死在舱里，那就只能当死鱼贱卖了。咱们这一趟里的油钱可就全赔进去了。在镇上封杀我，真以为他们能一手遮天了？钟哥，去把废车厂老刘头那辆快报废的错皮卡车借过来，再把我以前藏在窝棚里的那套大电瓶和气泵搬上车。海哥，你要干什么？他钱家和李三爷在镇上是土皇帝，但到了市里，他们算个屁。咱们自己拉着活鱼去市里，我就不信，这天下还没个说理和做生意的地方了。好，老子陪你拼了！海哥，市里那么大，咱们人生地不熟的，直接去哪儿卖啊？那些小菜市场可吃不下这么贵重的货。不去菜市场，要卖就卖给最大、最高档的地方。咱们去平海阁。平海阁那可是市里数一数二的大酒楼啊！听说进去吃顿饭得花掉普通人员半年的工资，里面的主厨挑剔的很。咱们两个穿着破棉袄的土包子，人家能见咋走？货好就是最硬的敲门砖。海哥，快到了！鱼还活蹦乱跳的，但这水温在降，得抓紧了。供货商是怎么回事？刘经理，你今天要是辨不出活的东兴帮和老虎帮，天字号包厢里那桌市里外商的投资宴，你亲自去跪着解释。总监，这真不能怪我啊！原本谈好的那家供应商，半路上货车追尾，整整3箱活石斑全死光了。我现在已经让人把全大市所有的海鲜市场都扫了一遍，根本没有这个规格的活货呀！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半个小时内必须看到活石碑，否则咱们平海阁这块金字招牌今天就砸了。哎，哪个道上要饭的？瞎了你的狗眼！这里也是你能进来的地方。臭钓鱼的，赶紧出去！一身臭味和鱼腥味，把客人都熏跑了。再不走，给你腿卸了扔出去！反了你这个臭要饭的，还敢在平海阁动手！住手！都给我闭嘴！苏总，吵什么吵？前厅是菜市场吗？后厨天字号包厢的外商席面马上就要开了，供应商到现在还放鸽子，你们不想着怎么去解决，还有心思在大厅里跟人打架？苏总，不是的，是这个臭打鱼的非要闯进来，一身腥臭味。苏老板，你后厨翻天，是不是因为缺了极品活石斑？你怎么知道？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车上有货，20几条，每条都在20斤以上，全活的野生巨型深海石斑。苏老板，这买卖谈不谈？我的天，老虎斑，还有青斑，苏总，活的，全都是极品活货，这规格在咱们全市都找不出第二批。天字号箱的席面有救了，平海阁的招牌保住了。这位小兄弟，开个价吧，这批鱼我平海阁全要了。200块1斤，少1分都不卖。200？你抢钱啊！闭嘴！苏老板，千万别上当，千万别买这老东西的鱼！周大强，狗鼻子够灵的，老鸭摊的暗礁看来还是没让你长记性，这么快就追到市里来了。苏老板，您可能不知道，这个陈海在咱们鱼镇上是被全盘封杀的绝户。这老家伙不守规矩，他的鱼来路不正，根本就是偷来的脏货。就是啊，苏总，您平海阁可是市里最高档的地方，要是用了这种叫花子送来的贼赃，万一吃出点什么毛病，或者被治安队给查封了，您这大老板的面子往哪儿搁啊？谁收他的鱼，那就是跟我们镇长家、跟市里的李三爷过不去。苏总，李三爷在道上势大，咱们为了几条鱼，犯不得罪他。周大强、钱红艳，你们这两个丧良心的白眼狼！苏老板，只要您一句话，我立马让我的人把这破车连人带鱼一起砸了扔出去。明天我周大强的乘风号亲自给平海阁送10箱最好的海鲜，分文不许。只要您今天把这两个臭乞丐给我轰走。在江城市，别说他李三，就算是他大伯来了，也得恭恭敬敬叫我一声苏总。两个不知道从哪个泥潭里爬出来的狗东西，
也敢拿李三来压我。苏总，这2个人怎么处理？扔出去。苏老板，你疯了！为了个臭渔夫得罪钱家和李三爷，你生意不想做了吗？放开我大伯是镇长，我衣服是新买的。陈海，你这个老东西，你给我等着！陈海是吧？20块1斤，你这20几条活石斑我全要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苏老板，请说。这批鱼我可以做主，给你加到20块1斤，但你要跟我平海阁签一份排他性独家供货协议，以后你捞出来的极品深海货只能供给我1家。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预付你5万块作为定金。海哥，这数字我算不过来了，咱签不签？签，为什么不签？苏老板爽快，以后阎王所里的极品，只要我陈海能拉上来，就全是你平海阁的。痛快。海哥，这回咱得鸟枪换炮了吧？没错，不仅要换，还要换最好的。把这些全部搬上车，这一回咱们要去阎王所最深的地方。1、2，起！海哥，往到底了，拉线沉得厉害，底下绝对有大货。拉，把草药的味道逼出来，底下的宝贝坐不住了。啊！我的亲娘嘞！这是什么怪物？极品深海蓝龙虾，钟哥，这东西在200万只龙虾里才可能出现1只，是欧洲那些皇子和顶级富豪做梦都想吃的海中活化石。这1只的价钱就能抵得上咱们以前1整条船的鱼，发财了，海哥，咱们这回是真的要发大财了。这批蓝龙虾我全要了。钟哥，这是你的，一共1万块，你先拿着这笔钱，另外好好收拾一下，去把当年周大强欠你的工钱连本带质要回来。海哥，我老钟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当年在海里没淹死，能遇到你。难道是海王王亲自送上门的吗？陈海，你这叫非法无证捕捞，是犯法的。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咱们毕竟师徒一场，我这人最重感情了。你看你一大把年纪了，非要干这种犯法的勾当。不过呢，只要你愿意配合，我和鸿雁还是愿意给你一条生路的。陈海，你那破渠道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巴结上了市里平海阁的苏老板是吧？算你走了狗屎运。但这生意你一个人兜不住，也干不长。这样吧，只要你把你在平海阁的销售渠道和捕鱼技术全部并入我们大强的成风渔业公司，挂在我们的名下。这非法无照的麻烦，我让我大伯出面，分分钟给你摆平。师傅，这叫借壳上市。只要你并过来，以后这捕鱼的事儿还是你和老钟去干，我在后面给你提供官方庇护。至于利润嘛，咱们还是老规矩。我以公司管理干股的名义占股50%。也就是以后的钱，咱们5-5分账，怎么样？徒弟对你够意思了吧？去你的！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你们2口子这么不要脸的。你们的如意算盘打得真好。怎么想掏家伙？掏家伙？我陈海是个奉公守法的良民，怎么会干那种蠢事儿？周大强、钱鸿雁，你们真以为我这几天在市里除了卖鱼什么都没干吗？这是什么？刘科长，看清楚了再抓人。最上面那本是江城市水产局特批的远洋深海特许捕捞证，下面那份是市工商总局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至于你们最关心的偷税漏税，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这是平海阁苏总帮我走的公账，这批货的全额进税证明，整整3000块的税，我已经1分不少的交进了国库。你们江城税务的公章总不会是假的吧？这怎么可能？你一个被全镇封杀的叫花子，怎么可能在几天之内拿到市局的特批执照？这肯定是假的！刘科长，你快抓他呀！闭嘴！钱女士，这公章和编号我一看就是真的。这事儿已经过了市局的明路，我们基层怎么管？你们这不是拿我们当枪使吗？陈老板，误会，这都是一场误会。既然您手续齐全，依法纳税，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张队长，撤！大强啊，大强，你不是要提供官方庇护吗？你不是要强行入股55分账吗？怎么着？你师傅不仅不用你庇护，这手里的执照级别比你那个挂靠在镇上的破渔业公司还高半级呢，还想白吃我的红利？我呸！周大强、钱红艳，你们的吃相真是难看到让人作呕。记住了，我陈海以前能白手起家盖起青砖房，今天就能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回去转告李三爷，这片海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滚！陈海，你别得意的太早，你有执照又怎么样？就你那艘随时会沉的破木盆，我看你能开几次深海，迟早沉在海里。走着瞧。陈老板，这艘船原本是造给国营捕捞队的，不仅抗风浪等级高，底舱还配备了最先进的压起网机和3吨级的冷库。看在苏总的面子上，8万，现钱开走。8万，一分不少，就在这里。海哥，我老钟打了一辈子鱼，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能站在这么大的铁船上掌舵啊！钟哥，这艘船以后就叫破浪号，明天咱们就把它开回渔镇，让所有人都看看。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哪来的钱买铁船？周大强，你个没良心的狗东西！这2个月，你扣我们奖金，逼我们下赌网，还天天让钱红艳那老娘们骂我们受够了！海哥叔买了大铁船，这才是跟着有肉吃的好船长。对，不伺候了，走，跟着海哥叔去铁船上干！大牛，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畜生！老子给你们开工资，你们敢背叛我？信不信我让镇长把你们全家都赶出镇子？呸！你除了拿你老婆娘家压人，还会点什么？老子在海上漂的时候，你还在撒尿和泥呢！去你的！海哥叔、钟叔，我们瞎了眼，跟了那孙子2个月，只要您一句话，以后兄弟们生生死死都跟着这艘大铁船干。好兄弟，都是在风浪里滚过来的，从今天起，破浪号就是你们的家。工资不仅照发，每次出海打到极品货，老规矩，按比例拿分红。好嘞，海哥叔仗义。大强，这是怎么回事？陈海他凭什么买得起铁船？他不仅买了，还把我们的人全挖走了。完了，咱们在镇上的面子今天全丢光了。面子算个屁！他有大铁船又怎么样？铁船可是个吃油、长喝冰的怪物，没油他动不了，没冰海鲜运不走。走，去给我大伯打电话，我要让这镇上所有的油库和制冰厂，连一滴水都不敢卖给他陈海。我要让这艘大铁船死死瘫痪在港口，变成一堆废铁。钟哥，去让公油船过来加满2000升柴油。大牛，你去镇上那个老赵的制冰厂拉5吨碎冰块上来。海哥，出事了！去他的！码头的公油船根本不理咱们。我去镇里的加油站，人家站长说，李三爷连夜放了话，全镇的柴油除了供给周大强的公司，剩下的全被他们以战略储备的名义强行买断了封存了。咱们现在连1升油都加不到。不仅是油，海哥叔，老赵的制冰厂大门紧锁，门口站着好几个李三爷的手下，他们说老赵家的机器坏了，3天内供不出1块冰，整个镇上的冰库全停了。这是当年老派的与民之间结了死仇，发动机没有燃油，连港口都出不去，没有碎冰保鲜，补回来的深海极品货还没到岸就会臭在舱里。好狠的毒计！海哥，这可怎么办？这大铁船每天停在港口，光是折旧和兄弟们的吃喝就是一笔巨款啊！这船要是趴锅1个月，咱们就得破产。周大强，老子去劈了你这个畜生！兄弟们，跟我去把老赵的制冰厂砸开，我看谁敢拦！站住！你拿刀去砍谁？李三爷手下几10号打手，你这是去送死，还是去给他们递把柄抓你进局子？那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船变成废铁吗？就算死，
也要拉上周大雄垫背。陈海，听说你被几条泥鳅卡住脖子了，下来接货。那是油罐车，还有制冰车。苏老板，你这可是雪中送炭，救了我的命啊！陈老板，咱们现在是独家合作的伙伴，你在江城水产界可是我平海归的摇钱树，我怎么可能看着你被李三那种不入流的地痞给憋死在港口？开闸，加冰加油！好嘞。喂，你们是哪儿来的？不知道这镇上李三爷的规矩吗？谁让你们给这铁船加油的？你砸一个试试，看清楚，这是江城市国营石化总厂和制冰3厂的特批调拨单，我平海阁直接从市里包车下来，属于跨区物资调配。李三算个什么东西，敢拦市里的车？你现在砸断一根管子，我保证明天市局的警车就把李三的窝点给端了。苏老板，大恩不言谢。这趟出海，我保证把阎王所里最极品的货，一疗不差的全给你拉回来。别废话了，我那酒楼的客人等着你的深海货开席呢。满油满冰，给我杀到深海去！大牛，起锚，发动引擎。废物，都是一群废物！几十个人看不住一个码头，居然让市里的车直接把油给加满了。现在陈海开着大铁船在海里横行霸道，咱们那艘木头乘风号就算出去，连人家的尾气都吃不上。大强，你别砸了，砸东西能把那老东西砸死吗？既然镇上的规矩压不住他，咱们就玩把大的。他陈海不是巴结上了市里的酒楼吗？咱们就引进省里的资本，直接在海上把他撞翻。省城资本，我大伯昨天刚跟我透了底，省城有一家叫海威集团的大水产公司，一直想吞并咱们市里的高档海鲜市场，他们眼红平海阁很久了。大强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咱们把乘风渔业70%的股份出让给海威集团他们的资基金和舰队支持。70%，老婆，那咱们不成了给别人打工的傀儡了吗？你懂个屁！只要能把陈海这艘大铁船废了，把苏玉珍的平海阁击垮，咱们剩下这30%的股份也够咱们在江城市横着走了。海威集团手里可是有4-5艘150吨级的全副武装铁甲捕捞船，只要他们入局，陈海的破浪号就是大洋里的一只待宰的羔羊。老婆，你说的对，只要能搞死陈海，30%也够咱们吃一辈子的了。这才是我男人，我这就让我大伯联系以辉集团的人，3天之内，他们的舰队就能开到江城外海。陈海，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海哥叔，不对劲，雷达显示有不明船只在向咱们高速靠近。那是4艘体型比我的破捞号还要大上1圈的重型铁甲捕捞船，他们统一涂着深灰色的油漆，船头不仅加固了厚重钢板，甚至焊接了用于冲撞的铁脚，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渔船，这简直就是一支海上的武装狼群舰队。海哥，那是省城大公司的船队，这周大强为了对付咱们，竟然连省里的资本都搬来了。陈海，能听见吗？你这阵仗可不小啊，连干爹都认上了。少废话！第一，老蔡把船上的极品货全给我倒进海里，然后滚回近海吃沙子。第二，大强哥说了，第2条路就是今天在这公海上把你们这艘破船连人带船一起撞沉了喂鱼。去你的！他们在海上玩碰碰车啊！海哥叔，左前赤水线附近的钢板凹进去了，他们这根本不是捕鱼，这是在公海上玩把戏啊！山大哥，手资本的就把梁翔拿上来，跟他们拼了！站住！你拿一把破鱼枪去对付速4艘钢筋铁骨的怪物。陈海是吧？我是伟威集团舰队的队长王彪，我劝你一句，别做无谓的挣扎了。在公海上，船只发生意外碰撞是很常见的事，只要你今天在这片海域沉了，连个收尸的都不会有。乖乖把你的供货渠道和苏玉珍的协议交出来，我保证留你一条狗命。王彪队长，跟他废什么话？撞他！给我狠狠的撞！他这艘破船也就是个几十吨的空壳子，哪里扛得住你们海汇集团的重装旗舰？今天必须把他陈海连人带船一起埋在阎王所。周大强，当了省城资本的狗，你连祖宗都不认了是吧？死鸭子嘴硬，2亿包抄，旗舰全速推进，把他给我挤到前面的乱石堆里去。海哥，他们围上来了，距离不到50米，怎么办？有救了！大牛，左满舵，全速！海哥，左边是死路啊，那边全是废弃的。别废话，按我说的做。王队长，他想跑，别让他跑了。跑？他往哪儿跑？看他航向，他是想躲进前面那片潜水夫。天真，全体都有，全速追击！今天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撞成废铁。这什么鬼地方？雷下雪花八铁，雷江全是血汗。是近10年来，沿海所有的拖网渔船在遇到强台风或者洋流突变时，由于特殊的漩涡昂流，这些艰巨的废弃尼龙蚁王诸后全都被卷到了这里。这下面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危险陷阱。那咱们进来岂不是也得被缠住？大牛，把发动机转速降到最低，关闭2台辅助螺旋桨，只留主推进器，
掰速运转。听好了，这片废网区的底下有一条极其狭窄的安全暗流通道，是那些废网被冲刷出来的空隙。找出那条唯一的活路，咱们能安全通过。但后面那帮省城来的大爷和那个只懂看仪器的白眼狼，可就未必了。大强，你还在等什么？陈海的船明显减速了，他肯定是没油了，或者是机器坏了。大伯昨天刚给我打了电话，只要今天能把这艘大铁船废了，镇上的码头以后就永远是咱们的了。快，让海威集团的船撞上去，不要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王队长，这老东西撑不住了，他前面肯定是有暗礁，不敢开快了。别管什么队形了，旗舰把动力全给我推满，直接冲进那片黄水区。老子今天要在陈海的面前把他的大铁船拦腰撞成2截！冲，给我船速冲进去！海哥叔，右边那股湾流越来越急了，水色发青，底下全是黑漆漆的丝网，那湾流把废网全卷起来了，看着像水底下有无数只手在抓咱们的船底。稳住舵盘，老钟，去把主引擎的转速再降一截，咱们顺着这股暗流划过去。海哥，背后的狼群离咱们不到20米了。海威集团的2艘副船已经从左右两边包抄过来了，看那架势是要把咱们硬生生挤死在这片死人网里啊！哼，大牛，拿起对讲机按下公开频段，给背后的疯狗加把火，就说咱们大铁船的底舱触礁变形，发动机快要烧了，求他们放一条生路。啊，海哥叔，这时候示弱，他们不是冲得更猛了？老子要的就是他们冲得猛，听话，喊！王队长，大强哥，别撞了！我们的船舱漏水了，引擎要炸了！咱们都是一个镇出来的，求求你们留条活路，我们愿意交出所有的渔获和渠道，别撞了啊！哈哈哈哈哈！陈海，你也有今天！2号船、3号船，那老东西撑不住了，你们两边开足马力，给我并排冲过去，把他夹在中间！老子要亲眼看着他的新铁船变成一堆烂铁！不好，前面水色不对，快减速，快减速！救命啊！2号船熄火了，螺旋桨被废钢缆缠死了，底舱开始进水了。3号船也中烧了，发动机烧坏了，动不了了，快来救我们！漂亮，打得太漂亮了！这帮省城来的大爷真以为长了个铁壳子就能在海里当龙王了，这回全他妈变成王八了吧？海哥叔，你真神了，闭着眼睛就把他们3头狼给废了2头。别高兴得太早，还有一艘最大的。大强，怎么会这样？海威集团的船怎么全废了？咱们出让了70%的股份啊！要是这2艘船沉了，咱们得赔到倾家荡产，大伯也保不住咱们了。陈海，陈海，老子要杀了你！周大强，你干什么？你疯了！起开！海哥，他疯了，这是要跟咱们同归于尽啊！完了，这么近的距离，这个速度拦腰撞上，咱们这艘铁船非得被顶翻不可！老东西，去死吧！带着你那些破烂规矩一起下地狱吧！想让我死，你还嫩了点。大牛，把倒车杆给我拉到底！什么？海哥，带倒车怎么来得及？他妈的，没撞上！别高兴得太早。大强，你个蠢货，快停船，前面没水了！刹车，快给我刹车呀！救命啊！船底裂了，水灌进来了，大强哥胳膊肘受到重创，晕倒了，快放救生艇！活该，让这帮损子在公海上耍横。海哥，咱们要不要去捞他们一把？捞他们？我陈海是打鱼的，不是做慈善的菩萨。开启声纳探测，老钟去底舱检查冰库。咱们的战斗结束了，现在该去盐网所的最深处，把属于我们的极品货捞上来，风风光光的回家。好嘞！陈海，你真是我的摇钱树啊！龙老板，你怎么亲自来了？龙老板，您别打大强了，这都是因为陈海太狡猾了。狡猾？我给了你们资金，给了你们江城最好的3艘铁甲船去围剿一个破渔夫国呢！你们不仅让陈海满载而归，还把老子3艘造价几百万的船全给弄沉了！我海卫集团的脸都被你们这俩蠢货丢尽了！听清楚了，周大强，你在合同里签了担保，我给你最后3天时间，3天之内，你如果不能把陈海彻底解决，把那批蓝龙虾的渠道给我夺回来，填补亏空，我就废了你和这爷们的行动能力，把你们一家老小装进麻袋，沉进阎王所里喂鱼。苏总，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海威集团这次是要跟咱们玩命啊！
从昨天开始，海威集团旗下的所有海鲜酒楼全线降价，东星标大黄鱼全场打对折，甚至连进价都不要了，完全是在疯狂贴钱搞倾销。是啊，苏总，咱们不少老客人都被他们那边的动静给吸引过去了。今天中午，咱们天字号包厢的退订率整整高了30%，再这样下去，滨海阁资金链迟早被他们拖死。陈老板，你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喝得下茶？刘经理，别急嘛，在海上打网，风浪越急，手就越得稳。海威集团在海上赔了3艘铁甲船，动了根本。他们现在之所以在市场上搞这种伤敌100自损1000的恶性降价，恰恰说明他们已经到了狗急跳墙的边缘。他们想速战速决，用资金砸死咱们。陈老板说的对，海威集团的龙老大是个什么底细，我比你们清楚。他背后是省城的资本，底子厚，但这次在阎王所栽了这么大个跟头，省城总公司那边已经对他非常不满了。他现在打价格战，不过是想在总公司面前挽回面子。可是苏总，咱们总得应对啊，要不咱们也跟着降价，或者咱们去收一些便宜的近海次等货来拉成盆本。胡闹！滨海阁能在江城立足，靠的就是顶级野生、活色鲜鲜这8个字。如果为了跟烂肉打价格战，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那才是真正走进了死胡同。降价绝不可能，我不但1分钱不降，还要把滨海阁的定位做得更高。海哥，我顶得住内部的压力，但要在省城那帮挑剔的贵宾面前打赢这一仗，我需要你手里最硬的底牌。苏老板既然有这个魄力，我陈海绝不拉稀摆带。大铁船破浪号的冷枪和增氧舱已经全满了，这一次我不仅拉回了上千斤野生金纯大黄鱼，还有20只真正的海底活化石，极品深海蓝龙虾。海威集团降价卖的不过是些养殖的或者死掉的次等货，真正有钱有势的省城大老板，差的是那几个打折的臭钱吗？他们差的是面子，是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的稀世珍宝。他们降他们的价，咱们卖咱们的顶级稀缺。这一仗，咱们逼着他们把老本亏干净。哎呀，苏总，海威集团那边1只龙虾才卖80，你这里1只蓝龙虾居然敢要1000块，这不是抢钱吗？王老板，海威集团卖的是满大街都是的普通龙虾，那是近海常见的玩意儿，而我这里是陈海船长顶着生命危险，从阎王所100米深海里一只只抓回来的纯野生蓝龙，200万只里才出1只的极品。整个江城市今晚就这一桌，你要是觉得贵，出门左转，海威集团管饱。别，苏总瞧您说的，差那点钱吗？要的就是这个牌面。好，绝了，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海威集团卖的那种死鸭肉，简直就是猪食。以后老子的商务宴请只认滨海阁。龙老板，饶命啊！大强的股份都给你了，连我大伯的房产都抵押给你们了，这不怪我们啊，全是因为陈海那个老狐狸，他手里有滨海阁的独家供应渠道，只要他不死，咱们降再多钱也抢不来那些大老板啊！等一下，龙老板，等一下！正当做生意，咱们确实干不过滨海阁，但如果是陈海的船上出了人命呢？如果他的鱼变成了会吃死人的毒药呢？龙老板，我有一个办法，不仅能让陈海一辈子翻不了身，还能顺便把苏玉敏的滨海阁彻底送进地狱。龙老板，只要咱们这招一出，我保证他陈海和苏玉民全都得在牢里待半辈子。说，要是敢放屁，我先割了你的舌头。后天中午，滨海阁有一场极其重要的高端答谢宴，我听镇里的人说，苏玉珍为了彻底打赢这场仗，把省城那些最大的煤老板、投资商，甚至还有市里负责招商引资的几个大领导全请来了，用的全都是陈海今晚刚拉回来的那批极品深海蓝龙虾和金纯大黄鱼。
没错，龙老板，我已经暗中打听过了，平海阁后厨有个叫小李的帮厨，他烂赌成性，在李三爷的厂子里欠了几万块钱的高利贷。只要龙老板您发话免了他的债，再给他一笔钱，让他趁着明天后厨备菜混乱的时候，把陈海送去的顶级活海鲜全部换成浸泡了药的发臭死鱼烂虾。臭娘们儿，你知不知道这是弄出人命来，咱们也得跟着掉脑袋。弄不出人命的，药的剂量只要控制得好，顶多就是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送医院洗胃，咱们掐准时间。只要那些大人物在席台上捂着肚子倒下，大强就带着您安排好的报社记者和卫生局的人直接破门而入，当众揭发苏玉珍使用腐败有毒的劣质海鲜谋财害命，而供货商就是陈海。到时候人赃并获，铁证如山。陈海的船得被查封，他得被抓去吃枪子儿，平海阁也会被立刻吊销执照，彻底关门。这江城的海鲜市场不就又是您龙老板的天下了吗？哈哈哈哈哈哈！够毒，够狠，老子就喜欢你这种六亲不认的疯狗。这事儿我来安排，要是办成了，之前的事一笔勾销；要是办砸了，我跟大强一起跳崖。海哥，这阵仗太吓人了，咱们那几百斤阎王所里的顶级货，今天全在这儿了。钟哥，放宽心，只要咱们的货够硬，今天过后，平海阁和咱们破破号的名字，就算是彻底在省城打响了。海威集团再想降价，也无力亏天了。各位贵宾，感谢各位百忙之中光临平海阁。今天的主菜是由我们江城最顶级的远洋船长陈海先生历经生死从阎王所深海捕捞回来的极品野生金纯大黄鱼和深海蓝龙虾，这是大海最珍贵的馈赠，各位请慢用。苏总，你这鱼……哎呀，我的肚子好痛，这太有毒！怎么回事？快叫救护车！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食材绝对是最新鲜的，不可能有毒啊！苏玉珍，你被算计了，这根本不是我送来的野生大黄鱼，这是用药水泡过的死鱼，都不许动！警察、卫生局联合执法！哎呀呀，这可真是太惨了！各位领导、各位记者同志，你们都亲眼看到了吧？苏玉英这个毒妇，她为了赚黑心钱，竟然伙同一个叫陈海的泥腿子，长期使用浸泡了有毒化学药水的近海死鱼，以次充好，冒充深海极品海鲜来谋财害命。证据确凿，立刻封店抓人，把苏玉珍和陈海这两个谋财害命的黑心肠抓起来！记者同志，你们可要曝光他们啊！这平海阁就是个毒窝，陈海送来的全是吃药用福尔马林泡的烂鱼啊！苏老板，陈海，现在有贵宾食物中毒，证据确凿，请你们立刻关停酒楼，跟我们回局里协助调查。我看谁敢动，这是栽赃陷害！我的进货单全有记录，我的鱼绝不可能是死鱼。是不是死鱼？你苏老板说了不算，这满地的呕吐物说了算。慢着！警察同志，既然要定罪，总得先验验凶器吧。各位领导，各位老板，我陈海打了一辈子鱼，今天就教教你们怎么辨别真正的深海极品和臭水沟里的垃圾。看清楚了，这是近海养殖场里死掉的病鱼，真正的深海金纯大黄鱼生活在阎王所100米深的冰冷净水里，鱼鳃是鲜红透亮的，绝不可能有这种近海滩才有的黑线星虫寄生。再闻闻这味道，为了掩盖腐臭，这鱼至少在福尔马林里泡了3天。我半小时前卸在平阁活水隔舱里的活鱼，怎么可能长出这种寄生虫？陈老板，你说的头头是道，但鱼是从平海阁的厨房端出来的，谁知道是不是你送来的时候就掉包了？哼，问得好，周大强，你当年偷了我的船，你以为我还会对你这种阴险小人不防一手吗？苏总，把你大厅展示缸里我今天刚送来的活黄鱼和蓝龙虾捞一只上来。各位看好了，我陈国防的就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我在给平海阁送的每一只顶级海护身上都留了我陈家祖传的独门隐秘标记，只有用特殊的火烤才能显形。苏总，上火。
周大强、钱红艳，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这条毒鱼身上有我的标记吗？没有，这就说明这根本就不是老子送来的鱼，是有人在后厨偷梁换柱。你胡说，这是你狡辩！还敢嘴硬？说，这毒鱼是哪里来的？是谁让你换的？苏总饶命啊！苏总饶命！是他，是钱红艳。警察同志，我交代，都是钱红艳指使我的。他说只要我趁着上菜的时候把活鱼换成他准备好的死鱼，就给我5万块钱帮我还高利贷。这毒药也是他带来的，不关我的事儿啊！好恶毒的婆娘！警察同志，把这2个下药害人的混账抓起来！我要告到他们把牢底坐穿。周大强、钱红艳，你们涉嫌违法，立刻我们走一趟。快跑！紧急通知，受热带低压影响，12级超强台风黑寡妇将于今晚登陆本海域，严拒出海，严拒出海。大强，开船，马上开船！老婆，你疯了吗？现在外面是12级台风，咱们这船头上次撞坏了，根本扛不住风浪，出去就是万劫不复啊！被警察抓住是死，被龙哥抓去也是死，横竖都是死。龙哥说了，只要咱们能在台风天去深海，把传说中那头能值几百万的龙王须抓回来，他就能保我们出国。拼一把还有活路，给我往深海开，快！海神爷，我找陈海能有今天，能洗刷冤屈，买上大铁船，全靠您3次指路。您的大恩大德，我老陈家生生世世不敢忘。陈海，无需言谢，你当年一念之仁，救我性命，我送你3场富贵，这叫因果循环。如今我伤势已愈，因果已了，我也该回到阎王所的最深处，去渡我自己的劫了。您要走了？以后咱们还能再见吗？世间缘法自有定数。陈海，临别之际，我送你最后一句警告。你看这天色，今夜子时，东海的龙脉将发生巨变，一场名为黑寡妇的超强气旋，已经吸收了100年难遇的暴虐地气。它不再是普通的台风，而是足以撕碎一切钢铁和躯体的海底灾厄。记住，子时过后，封港锁船，3天之内，无论谁用什么理由，就算是用金山银山逼你，也绝对不可出海。违者万劫不复，神仙难救。海底灾厄，粉身碎骨。出大事了！老张，快拉响防空警报，封锁港口，通知所有船只，台风要来了，是12级以上的超强台风，谁也别想出海。海哥，你发什么疯啊？气象台刚才预报说，那热带低压可能只是擦个边，顶多是个8、9级的大风。你让我拉防空警报，那不是引起全镇恐慌吗？镇长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去他的气象台！机器测不准这底下的邪风。疯了！陈海，你这是破坏公务，你要坐牢的！龙哥，大牛，把船头和船尾的主锚全给我抛下去，用最粗的钢缆把船身死死绑在码头的混凝土桩子上，底舱全部注水压舱。从现在起，吃喝拉撒全在岸上，谁敢解开一根烂绳，老子绝不轻饶他。龙哥，不能再往深处开了。气象局预报出错了，这根本不是热带低压，这是12级以上的超强台风黑寡妇的中心风眼啊！镇上已经拉响防空警报了，陈海的大铁船都锁港了。咱们这船头本来就有岸伤，刚才又被大浪抛出了裂缝，再往前开，船会解体的。请求返航，请求立刻返航！返航？王彪，你知道海威集团因为你们这群废物损失了多少钱吗？老子不管什么台风。天气越极端，永触气越极端，传说中的龙王须就越可能浮出水面。周大强和钱红艳那2个家伙既然立了军令状，今天就算是把命搭上，也得把这几百万的亏空给我捞回来。你们谁敢调转船头半度，老子现在就打电话找人教训你们全家老小！继续给我开，
下重网！大强，我不想走了。周大强和钱红艳那两个畜生既然立了军令状，今天就算是死，也得把这几百万的亏空给我捞回来。大强，我不想死了。我的眼睛！疯了，龙哥疯了！这根本不是去捕鱼，这是让咱们送死啊！周大强，去他的龙哥，去他的亏空！老子在海上混了20年，从来没见过这么邪门的天象。那个风暴眼马上就要成型了，这海面现在就是个炼狱。你马上给老子调转船头，顺着风向跑！我也不想死啊，可是龙哥说，再往深海开半海里，咱们这艘带伤的船绝对扛不住第二个浪。我也不想死啊，可是龙哥命都没了，你还管他放什么狗屁？全体都有，满舵回转，放弃作业，给我跑，往前海跑啊！警报！底层发生破裂！王队长，大强哥，完了，全完了！咱们之前在老鸭滩撞出来的那个大裂缝根本没有彻底修好，在刚才那个转向里，湿水线以下的那块风状钢板被暗流彻底撕开了，一条5米长的大口子，海水倒灌进来了，抽水泵1秒钟就被淹断电了。封舱，把防水隔离门给我锁死，千万别让水漫进主发动机室。锁不住啊，船底的龙骨都变形了，门卡死了，水已经漫过我的大腿了，地气进水了，我们要沉了！沉了，我们要沉了！海哥，外面的风速绝对超过14级了，连浪都变成黑色的了。要不是你非要拉警报锁港，咱们要是还在海里，我都不敢想。这叫海神爷赏饭吃，不让咱们死。海哥叔，这电台全是指挥中心在喊话，外海连个船影都没有了，哪还有人敢说话？但愿如此吧。这里是江城海文集团旗舰，这里是海文号，我们在阎王所外围，坐标北纬滋拉。我们在风暴眼边缘，船底装甲断裂，海水倒灌淹没机舱，船只失去动力，倾斜超过30度，马上就要沉了！救命啊！附近的船只，救救我们！这是那个王彪队长的声音，他们居然没回港，真的在深海撞上了黑寡妇。师傅，海哥师傅，我是周大强啊！我知道你能听见，你的大铁船抗风强，求求你来救救我！我不想死在海里喂鲨鱼啊！我把股份都还给你，我给你磕头！师傅，救命啊！龙哥，龙老板，我是王彪，你在指挥中心听得见吗？旗舰马上就要沉了，求求你，立刻让停在临港的另外2艘铁甲船过来救我们！我们这里有30多条人命啊！就你们，王彪，你脑子进水了吧？气象局通报，现在外海是12级以上的黑寡妇台风，老子那2艘铁甲船造价几百万，开出去就是送死。你们自己找死，非要往风暴眼开，现在让老子拿几百万的资产去换你们这帮废物的命，做梦，算你们工伤，自生自灭吧！畜生！省城这帮搞资本的，心比煤炭黑，30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在他们眼里连堆烂铁都不如。海哥，你可千万别犯浑呐，这就是报应。在小象泉逃出你的渠道，还下毒害你，现在他们被自己找来的主子抛弃了，这是海神爷在收他们，咱们就当没听见。陈船长，你千万别去啊！那海面现在就是活阎王殿，去了就是给他们陪葬，就是周大强2口子死有余辜，咱们不能为了救这2个畜生，插上大铁船和自家兄弟的命。妈，我不想死，我媳妇才刚怀上。陈师傅、海哥说我是村东头的2狗子，救救我们！钟哥，周大强和钱红运确实该千夫所指，但那条船上还有30多个咱们镇上的乡亲，2狗子、老李家的柱子，还有跟着王彪混口饭吃的外乡打工人，他们只是拿钱干活的伙计，罪不该绝啊！可是海哥，金鱼走的是时候怎么警告你的？黑寡妇是海底灾厄，出海就是粉身碎骨啊！
你连命都不要了吗？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见死不救，海神降罪，祸及子孙。我陈海打了一辈子鱼，跟天斗，跟浪斗，跟这帮吃人不骨头的资本畜生斗，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咱们老派渔民心里这根不能断的底线。今天，只要我陈海还有一口气，就绝不让这片海把咱们30多个兄弟活生生吞了。不怕死的，留下来陪老子走一遭鬼门关；怕死的，现在立刻给老子滚下船！去他的！老子这条命都是海哥给的，大不了一起下去见海神爷！干了！干了！跟他们拼了！海哥，下令吧！老子今天就陪你疯到底！大牛，砍断所有拉绳！钟哥，引擎预热到极限，满油门！破浪号，给老子冲！破浪号，给老子冲！抓稳，左满舵压死，引擎全速，浪机在右，贴着水槽走，绝不能让这疯狗浪打在侧舷上。压不住了，海哥，舵盘像石头一样死，这根本不是浪，这是水做的大山啊！再这么开下去，不用去救人，咱们这艘铁船就得先散架。这铁船是用我命换来的，散不了。距离目标还有不到2海里，他们就在风暴眼的最边缘。大牛，去甲板上备射篮枪和救生绳，只要靠近，立刻打过去。收到。海哥叔，他们快要被吸进漩涡里了，咱们靠不过去啊！漩涡的吸力太大，靠得太近，咱们的大铁会被拉进去陪葬的。不能靠上去，保持20米距离。对面的人听着，我是陈海，船不靠绑，我射烂绳过去，把绳子绑在最粗的绞盘上，顺着绳子一个一个往我们船上爬。师傅，海哥师傅，师傅，你真来救我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呀！放箭！快，放住，拉紧，别抢，妇女和受伤的先走，一个一个来。海哥，这绳子快断了，那破船撑不住了，最多还有1分钟就要被漩涡彻底吞了，速度快点，还有5个人。周大强，滚过来爬绳子。等一下，钱，我的钱还在驾驶舱里。疯女人，你疯了！命都没了，还要什么钱？那是龙哥预付给咱们收揽好虾的50万现金啊！没有这笔钱，咱们回去也是被龙哥清理掉，丢进海里。拔出来，给我出来啊！周大强，滚过来帮我！周大强，你都被老婆！海哥，旗舰沉了，漩涡的吸力把咱们的船头也扯下去了，小方要爆了！大牛，周叔，我拉不住了，砍烂绳！大牛，砍断它，给老子断！没死，我没死，我活下来了。你个畜生不如的白眼狼！牵红线再毒，那也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刚才浪打下来的时候，你只要回头拉他一把，他绝对能活命。你为了自己逃命，硬生看着他被卷进海底，连个人影都没留下。我救他，他发疯非要去报那50万的现金，我怎么救？是他自己贪财找死，怪不得我。只要我活着，
只要我周大强还活着，这笔账我就还能翻盘。翻盘？周大强，你拿什么翻盘？海维集团的旗舰已经碎在阎王所了，你老婆也跟着那箱黑钱去见海神爷了。你觉得你还有机会？陈海，你别得意，海游端在省城有的是钱，龙哥有的是船，我可是替他们卖过命的。等我上了岸，警察同志，救命啊！龙哥要杀我！你就是周大强？是我，警察同志，我是受害者呀！我们的船沉了。警察同志，你干什么？我犯了什么法？周大强，你涉嫌在平海阁的高端答谢宴上，指使他人使含有危险化学试剂的变质鱼类进行恶意投放，致使多名省市外宾贵宾产生严重食物不良反应。另外，你还涉嫌多起恶性商业陷害和偷税漏税，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刑事逮捕。不，那都是钱红艳干的，是他出的主意，药也是他买的，不关我的事啊！他现在死在海里了，你们去找他呀！哼，有什么狡辩的，留到审讯室里去和法官说吧。周大强，我是辉威集团的法务律师。鉴于你违规操作导致公司一艘180吨级旗舰和2艘船副沉没，龙老板已经正式下达了单方面解约书。根据你之前签的对赌协议，你不仅丧失了所有股份，还需要赔偿海维公司总计870万的资产损失。你在镇上的房子、地皮已经被我们全部申请法院冻结查封了。870万，没收房子！师傅，海哥，师傅，你救救我！我可是你带出来的徒弟啊！你手里有平海阁的渠道，你帮我还钱！你跟警察说你原谅我了，求求救救我！海神爷能从暴风宫里捞回你的烂命，但捞不回你那颗黑透了的心。下半辈子在牢里好好给那些差点被你毒死的人，还有被你连累葬身海底的钱红英赎罪吧。警察同志，人带走吧，别脏了我的甲板。毒瘤拔了，海威集团也彻底滚出了江城。平海阁现在是全省最大的海鲜酒楼。陈老板，以后这江城的高端海鲜市场，咱们两家说了算。哈哈哈哈！苏老板，那咱们的眼光可得放长远点了。兄弟们，机器修好了没有？修好了。海哥叔，油和冰全都满上了，随时能走。好。听说在阎王所最深的海沟里，还藏着一种比蓝龙虾还要珍贵100倍的极品东海鳕玉参。今天咱们就让这大铁船再怒吼一次，满舵起航，目标阎王所，咱们去把这海底的龙宫再翻个底朝天。来，海哥，干一杯！上个月省城3家分店的利润报告出来了，光是咱们那批深海帝王蟹就净赚了这个数。多亏了你这3年的独家供货，现在省城谁不知道？想吃真正的阎王所极品，只有找我苏玉珍和你陈大老板。苏老板客气了，是咱们配合的好。没有你的渠道，我这船里的极品也卖不上天价。海哥，现在这日子真的像做梦一样。想当年，咱们爷俩连饭都吃不上，还被周大强的杨八犊子逼得差点跳海。现在呢，咱们吃的是别人见都没见过的海中龙肉，出门开的是大铁船。钟叔，提那个晦气玩意儿干嘛？听说那损子当年因为暗害未遂和巨额欺骗，被关了3年半。海卫集团把他的房子和地皮全收了抵债。我前2天听镇上管理处的老王说，这小子好像昨天刚期满被放出来了。连个接他的人都没有。哼，放出来了。老婆死了，家产没了，名声也臭了大街。他就算放出来，在江城也活不下去，估计早就讨饭讨到外地去了。钟叔，海哥老板，有贼！刚才我去后甲板检查冷库密封，发现有个叫花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顺着锚链爬到了咱们后甲板的排污口底下，正抱着咱们扔掉的鱼肠子和飞蟹腿生啃呢。去他的，反了天了！在江城这地界，还有人敢爬我波浪舰队的船，老子今天非打断他的狗腿不可！干他！这大雪天的，估计是哪个实在饿极了的流浪汉吧。
海哥，让老钟别下重手，给他点这剩饭打发走算了。别打我！你他妈的骨头够硬的啊！连我们陈老板船都敢爬，抬起头来，让老子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钟叔，咋了？啊，海哥，海哥，海哥，你快出来看看！你看这狗东西是谁？师傅，师傅，海哥师傅，师傅，是我啊，师傅，我是大强啊！畜生，师傅也是你救的！你当年霸占海哥叔的船，下毒害人，在深海里连自己老婆都不救的时候，怎么不记得他是你师傅？我错了，我是畜生，我是被猪油蒙了心的白眼狼啊！师傅，我这2天在镇上要饭，我都听说了。现在整个江城最大的船队都是您的，海威集团也完了，龙哥也判了死缓，我在里面蹲了3年，我每天都在想，我为什么干不过您？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根本就学不来师傅您那看水流变鱼群的老派手艺。我以为靠着坑蒙拐骗，靠着抱大腿就能发财，我错了，我全错了。师傅，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连个住的桥洞都没有。您就当我是条狗，给我一口剩饭吃吧，不然我今晚非冻死在街上不可啊！钟哥，大牛，去船舱拿笔和纸过来。海哥，你难道还真想收留这个白眼狼？农夫与蛇的故事你忘了吗？这种畜生冻死在街头都是他活该。去拿。周大强，我陈海是个信因果的老派渔民。当年你偷我的船，坑我的钱，海神爷让你老婆命绝深海，让你家破人亡，让你在牢里蹲了3年。老天爷的账你算是还清了，但你欠我陈海的账，还有当年你欠船上那些老兄弟的工资，你还没还？这是一份10年的无限期雇佣合同，在这份合同上签了字，你可以上我的船，每天2顿饭，保证你冻不死饿不死。但是从今天起，10年之内，你周大强只能待在波龙舰队4号船最底层的甲板，你的工作就是负责清理最脏的鱼内脏，洗最臭的排污口，刷最滑的甲板。10年之内，你每天只有1块工钱，不准下船半步，不准特入主甲板以上的任何区域，所有的劳动所得全部用来抵扣你当年欠我和大牛他们的账。签你就滚到底舱去，不签现在就滚下我的船，去镇上要你的饭。我签。大牛，拿走合同，把他带到4号船的底舱去。钟哥，派2个水手盯着他，明天早上5点准时叫他起来刷甲板。他要是敢偷懒或者反抗，直接扔下海喂鱼。好嘞，海哥，这活交给我，我保证这10年让他过得比狗都充实。陈大老板，处理完了。一条丧家之犬罢了，翻不起什么浪了。海哥，海哥，都别哭了。既然旧账算清，咱们谈谈咱们这艘大船以后怎么开了。这是省城水产市场的全盘分析报告，也是我平海阁这3年在省城打下的全部底子。海哥，海威集团虽然倒了，但省城的资本市场空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现在，外省的几家超大型渔业公司正在虎视眈眈，企图吞并咱们整个东海的海鲜市场。他们手里有远洋母船，有几百吨的加工船，如果不把他们打回去，咱们在江城就算称王称霸，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他们挤压死。海哥，我不想只在江城做个酒楼老板，你也不应该只在阎王所里打转。我准备拿出平海阁所有的资产，加上你破浪舰队的全部硬实力，咱们成立一家真正的远洋渔业集团。咱们不仅要承包整个渔镇的码头，还要造次咱们自己的1万吨级母船，把那帮外省的恶狼打回去，让咱们老派渔民的规矩成为整个东海的规矩。怎么样，陈海？
这辈子你敢不陪我豪赌这一把？好，我陈海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豪赌。苏总，不好了！南省那家大洋渔业今天又把速冻龙虾的价格压低了10%，他们是想在散户市场彻底逼死咱们啊！随他们讲，通知全省53家平海阁分店和我们的直营冷鲜柜，全部打出招牌，非陈海亲自捕捞的深海活鲜，绝不上桌。告诉那些万省的土包子，咱们卖的是品质，是老派渔民的口碑。他们想打价格战，咱们就用高端市场把他们的现金流抽干。海哥叔，南省那2艘300吨的加工船又越界了，想在咱们东海的春运区里抢鱼群。大牛，拉响战斗汽笛，告诉4号船和5号船立刻左右包抄。咱们不撞船，咱们就用最狠的深海绞网阵，只要他们敢下网，老子就让他们的渔网变成海底的死疙瘩，让这帮外地佬知道，东海这片水，谁才是真正的海神爷！海哥，你把这2样旧东西留在这儿，是想提醒自己不忘本。这叫定海神针。当年我被赶出那间房子的时候，就发过誓，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会亲手拿回来。现在他们在这儿，就是要告诉这镇上的所有人，也是告诉我自己，不管咱们的企业做得多大，不管咱们的铁船有多先进，老派渔民那股绝不认输的骨气，不能丢。海哥，这3年你一直在海上拼命，现在江城这片海算是被咱们彻底拿下了。你有没有想过停下来歇歇？我听说市里有几个大领导都在张罗着给你介绍对象呢，说你陈大老板现在可是整个江城最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苏老板，我陈海是个粗人，只懂打鱼，但这片海只有咱们2个人并肩站着才算完整。下半辈子只要你在岸上守着，我就在海里一直为你打鱼。是啊，咱们是发财了，称霸了。海哥，你怎么了？玉珍，这庆功宴的酒我得晚点再喝。有一件事，我这个当老大的如果今天不做，我晚上睡觉都不踏实。各位领导、各位老板，今天是我陈海建厂的大好日子，感谢各位捧场。但今天我不想说那些官话套话，我想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大家往那边看，咱们破浪集团是赚了钱，造了大铁船，去深海捞到了金山银山。可你们看看那些乡亲，因为近海资源枯竭，他们那些破木船出不了远海，打不到鱼，连老婆孩子的饭都快供不上了。我陈海也是穷苦渔民出身，当年我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是镇上的老少爷们一口一口杂粮饼把我喂大的。现在我发财了，我要是看着他们在岸上饿死，我这算什么东海渔王？我就是个畜生。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当着全镇人的面宣布一件事：我陈海决定拿出破浪集团目前账面上所有的流动资金，整整800万，在咱们江城渔镇第一家老派渔民致富合作社。这笔钱我不赚1分利息，全部用来给镇上的乡亲们换大船、换新网。不仅是给钱，从明天起，我陈海亲自带队，将我这辈子积累的深海看流、找鱼群的独门手艺，还有咱们集团最先进的深海网枪养殖技术，无偿传授给全镇所有的渔民。只要你们肯吃苦，肯守规矩，我陈海发誓，要带着咱们全镇的爷们儿一起杀到阎王所，一起把东海的龙宫搬空，让咱们渔镇成为全省全国最富的渔村。
担当，这才是咱们改革开放时代真正的企业家该有的样子。快点，把那筐逮鱼搬过去，别偷懒。看什么呢？看这片海，也看咱们以后要走的路。你今天把流动资金全捐了，咱们下半年的新船计划可就要搁置了。怎么，苏老板心疼了？心疼？我苏玉珍看上的男人，要是连这点气魄都没有，那才叫我心疼。钱没了，咱们再赚。只要你陈海还在，这片海就永远是咱们的。